的灵魂一起安放在那儿。我相信，我们这一代越剧人一定会加倍的努力，然后能够来创造第二个越剧100年的辉煌。我爱美乐，因为那儿让我们的灵魂一起安放在那儿。
个环节有一个小动作要跟大家约定一下，就是我们先是拍合影照，就是毛老师会在台上，我们有一个自拍的拍整个场面的一个照片。拍完之后，我现在请2位老师来教大家一个小动作。我送完花之后，那是我送完花之后，反正到时候主持人会指挥大家的，只是让大家站起来，先把这个动作学一下。大家起立。说开始吗？好，很简单，很简单，开始。我相信我们这一代越剧人一定会加倍的努力，然后我觉得最后一句改成，因为我们今天大家在那个外面的那个大屏幕上也看到了，爱你4万年，那就爱你，毛毛爱你，那么就毛毛爱你，还是爱你，爱你，好，爱你，最后2个字改成爱你，对，再来一遍。喊出来，喊出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是什么环节做这个动作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活动的尾声，然后呢，我们的会有4位就是毛咪朋友，他们坐在台下，他们会唱歌，逐一4个会唱一首歌。唱完之后呢，他们会每人说一句话，说毛毛爱你，支持你，怎么样？有4句。讲完之后呢，我上场会给毛老师献一束花。献花的时候呢，到时候。主持人对毛老师收到花，完了之后呢，主持人说毛毛我们爱你4万年，然后大家就起来，不喊起立了。这个时候大家起立。那我还是说一下吧，你们介意吗？我会说那个各位毛咪们，我也是啊，就说起立，然后我会示意我，就是我会。突然一点好，不用讲起立，就突然一点，毛毛对，就毛毛我们爱你4万年，然后就大家爱你4万年之后，大家同时站起来。那就我先喊一句，毛毛我们爱你4万年，然后你们都起立之后说，哎，起立之后开始拍。起立之后开始拍。再来一下，要不1、2、3喊一下吧。准备好了吗？然后1、2、3这样。好。那好，你献完花之后，我说毛毛我们爱你4万年。有点乱，大家先坐下，大家先请坐，大家先请坐，好，我们再模拟一下啊，模拟一下，因为我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是最后一个。为什么是4万年？是对应今天的40周年，所以才是4万年。大家3、2、1倒数一下，3、2、1，好，那我先喊啊，毛毛，我们爱你4万年。也就是说，我还是喊一下起立吧，好像有点乱。我们再来一下，好不好？那我们试一下，我喊起立，我们试一下啊，好吗？不行没关系，反正毛毛也不介意，我们心意到了就好。那再来，请坐，大家请坐，我们最后来一下啊。献完花，然后我说，毛毛，我们爱你4万年，起立。对不起。好，对不起，再来一下啊！大家请坐，再来一下。我怕我一激动，我到时候忘了喊起立。3、2、1，好。拍2下手当起立。对，我可能不方便拍，我有话筒。
我觉得这样就是我说毛毛我们爱你4万年，起立，然后也没什么吧。321，好，毛毛我们爱你4万年，3、2、1。好，我们再来一下啊，再来一下。爱你要再喊的热情一点，因为我知道大家天南海北而来，而且我们今天是小范围的聚会，这个活动会有最后影像会流传到所有的毛迷的心里，所以，某种意义上说，你们代表的是千千万万爱他的人，所以大家不要矜持，不要犹豫，不要保留，一定要喊出来，好不好？啊，因为我跟你们一样，我算是出生代的毛迷，我其实已经过了少女时候那种疯狂的状态，但是我知道有刚入茅坑的呀，是不是啊？昨天晚上不是群里面很多人说梦见毛了吗？对，我那天跟毛迷聊，我说我曾经经历过那段在我少女时代，当火车路过杭州的时候，热泪盈眶，因为我跟他呼吸同一个城市的空气。很多毛迷说我跟你一样，现在想想真是肉起鸡皮疙瘩。我已经过去了那段时光，但是我们今天相聚在此，就是为了向他热烈地表达我们对他的爱，以及这份爱将持之以恒，将恒久远。所以大家不要害羞哦，我们再试一下，把你们的爱，因为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 ending，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圆满的句号，由每一位来完成。好，我再试一下啊。谢完花，然后我说：“毛毛，我们爱你4万年，3、2、1。”太棒了，谢谢大家。谢谢两位。然后我们入场的时候有一些手牌，然后毛毛出场的时候大家可以举起来。我来说吧。刚才谁拿了那个手牌，最后一个步骤的时候，可以把那个牌子举起来啊。我看就刚刚那个边上有 KT 板，就这种 KT 板，然后等会儿毛毛出场的时候，大家可以拿着啊。对，我们很快就要开始啊，在开始之前，我也想问一下大家，有多少是在浙江的？在浙江的毛迷举手，我看一下。浙江除了杭州之外，你们喊出来，我听一下，你们来自哪里？杭州、宁波、绍兴，哪里？哇，东阳、丽水、台州。除了浙江之外，其他的地方啊，温哥华。还有哪里？江苏？哪里？北京、上海、厦门。哇哦！我知道一位戏迷，他为了毛毛，他从厦门到杭州来工作。就是你啊！哦，好，像我这样，我是。算是骨灰级吧，我算了算，我爱他已经有25年了，有比我更久的吗？36年，哇，那40年，好吧，那我昨天说刚入茅坑的是谁啊？刚入茅坑的群里面分明有人说刚入茅坑，欢迎你，2年当然，哇，你方便问你的年纪吗？19岁，请问有比他更小的吗？哇哦，欢迎你，欢迎你，希望你也可以去播撒越剧的种子，任重道远哦。好，非常欢迎大家。毛毛很早就到了，而且我要跟大家说，今天我们还有很多嘉宾。其实我们在现场有很多角儿，他陪伴我们一起跟毛毛度过这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日子。10年前也是我。10年后依然是我，我希望下一个10年，再下一个10年，依然可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时刻。对我来说，也是重温我的少年时光。我相信在大家的心里，一定都是最纯真、最美好、最值得怀念的日子。对于这位19岁的姑娘来说，
对你来说，这段最美好的岁月才刚刚开启。一旦进入这个世界，你会发现它的神奇。好，那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真的不要矜持喊出你们的爱、你们的支持、你们的热情，好不好？那大家可以静坐几分钟，我们今天的活动马上开始。还有，对，虽然我是一个从业10多年的老主持人，但是我今天在现场可能会出现断片呐，或者是因为过于激动而语无伦次的问题，请大家多多包涵。我们接下来就按照流程，然后有中间互动的环节，大家多多热情参与，好吗？好。毛迷朋友，您好！生来精彩，毛维涛从艺40周年猫咪见面会即将开始，请您尽快入座，并将您的手机调至震动或静音状态，谢谢。亲爱的毛迷朋友，您好！生来精彩，毛维涛从艺40周年猫咪见面会即将开始，请您尽快入座，并将您的手机调至震动或静音状态，谢谢。
亲爱的毛迷朋友，您好！生来精彩，毛维涛从艺40周年猫咪见面会即将开始，请您尽快入座，并将您的手机调至震动或静音状态，谢谢。亲爱的毛迷朋友，您好！生来精彩，毛维涛从艺40周年猫咪见面会即将开始，请您尽快入座，并将您的手机调至震动或静音状态，谢谢。亲爱的毛迷朋友，您好，欢迎进入生来精彩毛维涛从艺40周年猫咪见面会。今天，我们将一同奔赴追光之路，聆听时光的故事。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喝彩，迎接好戏开场。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 FM93 浙江交通之声新闻主播菲菲。现场的毛毛的老师、毛毛的学生、毛毛的亲友，还有那么多来自天南海北，你们跨越山海不远万里前来的亲爱的毛迷朋友们，你们好，欢迎你们。似水流年，莫失莫忘。我们今天在这里，是毛毛倾注了10多年心血的小百花越剧场。我们相会在此，第一，我们要共同去跟他经历，共同去重温他舞台生涯40年的荣光，献上我们的掌声，献上我们一如既往、始终如一的掌声和爱。我们相聚于此，也是为了共同分享大家有他陪伴的日子，分享他带给我们的美和爱。接下来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走进他，来了解他40年的初心、匠心、探索和蝶变。一副身段要练习多少次才能光彩照人、满台生辉？一句唱腔要重复多少次才能珠落玉盘，声声入心？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你说好戏开场，不止不休。从宝石山下的小百花开始，你用情怀演绎不同的人生，而今又在曙光中孵化出翩翩成蝶的梦想，去寻找属于越剧的天地一方。初出茅庐，暖男邹世龙便崭露头角。倜傥小生陆游、张生、唐伯虎迷倒众生，一领长衫空一骑，颠覆想象。新版梁山伯重塑经典，二泉映月阿炳是别样的坚持，江南好人随达是果敢的创新，桀骜飒爽扣刘兰突破界限，温柔多情柳梦梅追求极致。从乡间戏台走到世界舞台，你的名字，你的热爱无人取代。获得者是毛薇涛，越剧第1女小生，国家1级演员，非遗传人毛老师。毛毛，你拥有很多名字，也代表你拥有很多身份。小百花7年演员队队长，8年副团长，15年团长，越剧界唯一的梅花大奖获得者，毛薇涛戏剧工作室百越文创董事长。时代在变，而戏和人都注定变得更好。或许是一场豪赌，赌赢了便造就一个全新的开始。华灯初上，彩蝶翩翩，一浪接一浪，一场接一场。你说你只是一个已经不太年轻的越剧女小生，那谁又能永远年轻？时间流转，有人离场，有人一直在场。你来了就精彩，而你生来精彩。今天是属于
它和我们的节日。你的名字无可取代，你生来精彩。今天我们为你而来，有请我们的心上人毛威涛，毛毛。刚才还没出场，刚看到胭脂的那个画面，大家就忍不住花痴了。是吗？是吗？我要做一个调查，让毛毛知道我们都从哪里赶来看他。浙江的举手示意我，浙江有哪里？杭州、宁波、台中、绍兴、东阳，浙江的几乎都到了。浙江以外的还有哪里？厦门、江苏、北京、上海、加拿大、温哥华，跨越山海，为你而来。谢谢谢谢。我刚才其实，在后面后场的时候，我没看到画面，但是我听到了解说词，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演出出场前我突然不紧张了，但是今天我出场前我突然心跳加剧。真的吗？真的，因为要见大家，我很激动。谢谢。我再做个测试，我爱了他25年。刚刚我做了调查，还有比我爱他更久的吗？30多少？36年。40年。还有对，有一位最资深的。哦，还有哪里？还有多少年？还有一个最年轻的，有人表示刚入茅坑。准备在刚得毛病是吧？对，刚得毛病，刚入茅坑，准备在坑底躺平。来，刚才我看到我们最小的一位，19岁，你从哪里来？你从厦门来，欢迎你。上大学了吗？还是大一啊？好。学什么专业？啊，工商管理。以后来我们这儿工作吧。我就知道。刚才在调研毛迷的时间的时候，我这儿要特别就是以后待会儿你们环节里我知道有，但是我要特别的隆重的介绍这个入茅坑时间最长的乐阿姨。乐王作英专程从香港赶来。我要向大家介绍，也是84年开始到现在，你们算一算多少年？肯定是最资深了吧？是乐阿姨，您开始爱毛的时候，我都还没出生呢。乐阿姨是我们毛维涛艺术欣赏学会的会长，从香港远道而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乐阿姨，欢迎你。谢谢乐阿姨。今天还她女儿梅姨也专门陪同来。梅姨刚才看我在后台化妆时候，她说想起来大概差不多在20多年前，她还不太会讲。哦，还有一位是谁？上海过来。高阿姨是吗？高阿姨啊，高阿姨也是从84年开始的，对吧？是我们今天应该是年龄最长的一位。您是80了吗？83了。对。哇！谢谢高阿姨。我在那个 CD 的发布的这个书展上，我们刚见过面，对吧？谢谢。今天我们浙江。全国各地海内外而来，最年长的83岁，最小的19岁，为他而来。我们今天来的其实很有限，所以我刚刚跟他们聊，我说某种意义上我们是代表千万的毛迷坐在这里。毛毛请坐，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您坐这儿。对，像19岁的你可能不知道，原生代的毛迷是怎么样开始一步步走进他。了解他，爱他，如一至今。所以我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穿越时空，一起穿越到20多年前。毛迷这个人群，这个组织是怎么开始集结起来的呢？我们的故事要从水中的芦苇开始讲起。
水中的芦苇是一部浙江电视台拍摄于1997年的纪录片。接下来时间，大家看大屏幕，我们用2分钟的时间来重温一下那部纪录片的片段。我常常在秋天到离家很远的小河边去看芦苇，水中的芦苇一片纯净，一片苍茫。每当这时候，我的思绪就会飘得很远很远。7年前的那个冬天，才念初一的我，很不情愿地被妈妈拉进一家不大的电影院，看了一场女主演的越剧影片《唐伯虎》。你记不清那短短的1个半小时究竟是怎么过的，只知道在走出电影院时，我整个人仿佛被雷电击中一样。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将那轻易帅气的唐伯虎，连同你陌生而特别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了心里。那时候，这部影片的放映已经接近尾声，于是我就拼命找报纸，寻找每一家还在放映唐伯虎的电影院，然后哪怕横穿整个上海，也要坐很长时间的车，走很长时间的路去看。尽管当时的我并不清楚是什么东西这样迷醉着我，牵引着我。我不知道毛毛看到这些片段的时候，是否又把你的记忆拉回到了20多年前？好像那个锣鼓点一起，我相信我们出生代的毛迷到现在为止都会觉得忽然一个机灵，时空把我们拉回到了20多年前。你们看那个胶片的质感，22年前的片子，它讲述的是一位小毛迷，他在初一的时候，因为看了越剧电影《唐伯虎》，被那个潇洒俊逸的唐伯虎所吸引，后来就成为他心目当中的一个梦。他讲述的是王也蒙个人的故事，但也是讲述的我们那一代毛迷的青春岁月。那个少女也不知道是被什么东西牵引，一下子怦然心动，从此以后心里就种下了一个梦。所以对你来说，可能无法想象，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我们有了一份手抄的小报，叫做《水中的芦苇》。为什么叫水中的芦苇？因为毛维涛的名字被解读成了一句话，叫做风吹芦苇千层浪。现在大家看到的正是那个时代的毛迷，他们因为这份小报而集结在了一起，是一份油印的手抄小报，上面的每一封信，每一行文字都是毛迷，都是那个时代的天南海北的毛迷，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少女写来的信。我现在看到这些文字，依然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因为只有经历过那段时光，你才知道这里倾注的心血，那一行行娟秀的小字，都是抒发着我们对他的爱。我想给大家看几张照片。毛毛，你还记得吗？这是我在教工路的家里头的书房。最这边的是穿着花裙子的是王也蒙，就是故事当中的主角。对，故事当中的主角。然后我后面的是阿贵，是宁波的。这边的是苏广平吧，大概是江阴的。
其实他们有一个群体，然后有几位是走得比较近的，所以我大概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其他我可能就都不太熟悉了。就像你刚才介绍的，就是我特别感动于，就是说那个时候，其实他们学业都非常的紧张，对，面临要准备后来要高考，然后都是拿那个蜡纸来就是刻板，是刻出来之后印刷出来的。后来我记得94年。第1届中国小百花越剧节的时候，我办了一个个人专场《蓦然又回首》。那一次也是由拍这个专题片的，就我们现在的浙江卫视、浙江电视台，专门就是为我举办了一次戏迷见面会。那个时候就是以水中芦苇，就是这个王也蒙他们的为首的这个组织，这个小朋友的组织，当时他们已经考上大学了。对，我记得王也蒙当时候，是纠结于学中文还是学外语啊？他妈妈就打电话给我，觉得是也蒙一定会听我的。我说外语只是一个工具，我说我觉得也蒙的文笔那么好，应该去学中文。所以后来他选择了复旦大学的中文系。是。今天他因为有特殊的情况，听说没来，是吧？对。然后今天有水中芦苇有一位代表，也一直在帮忙操持这个。我听杨芳，我们的执行会长杨芳在跟我介绍的是。对，海英一直是幕后功臣，但是他说我们那一代毛迷都非常羞怯，近人情切。是，他们是这样，在我楼下徘徊，然后在我的窗口底下叫毛毛，但是叫得非常的小，就像真的像小猫这样叫妈妈。我在家里头就听到窗外好像有一个声音啊，后来知道他们坐在我后面的那个我们电影拍摄基地的招待所，然后我就请他们到家了。我那天因为我不会做饭，我就给他们记得。是做了什么？我忘了是莲子羹还是什么，白木耳汤还是，就是给他们做了点心。对，因为他们没吃晚饭，就一直在我楼下面。就大概后来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就这一次拍摄的这一张照片，就是94年这张照片应该是在94年，所以我特别感动。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来表达，所以我专门买了一个打印机。就是打字机，对，我买了一个打字机，在那个那次的见面会上，我专门送给水中芦苇，就是给他们未来就不需要再刻字了，可以打字，然后再来印刷。所以想想真是好像是漫长的一个世纪过去一样，现在已经进入到互联网时代，现在不写字了，不用写字了。我记得里面曾经有一段话，这是当年原生代毛迷的一个心愿。他们说他们有一个创意，每一份来看毛毛演出的观众都给他们一份自己有印的小报，然后在报纸里面夹一朵玫瑰花，然后等你演出结束的时候就跟大家说，我们就把这个玫瑰花抛到舞台上去。虽然那是一个疯狂的场景，但是依然能够想象那个时候毛迷对你的爱。而且毛毛这个纪录片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能够代表我们出生代毛迷的一个心声。他会说，这个人好像给了我们生命当中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在一直牵引着我们向上。所以他说他当时在心里种下了一个目标，我要考中国最好的大学。后来他如愿了。是，所以你能想象你带给我们的精神力量？我不知道我能够带给我的粉丝朋友们啊，这个现在流行叫爱豆，对吧？就我这个爱豆不知道是不是能带给你们这样的一种动力，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属于那种就是一根筋的，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做任何事情就像刚才出场前。就是已经被杨芳后背推着出来了，一会儿我说不行，我这个耳环藏的这个应该放在这儿，然后倒回去又觉得不好，还是这样好，又倒回来。就是我是一个怎么说，我其实不是处女座，但是我一直是一个
绝对的唯美主义，然后是做任何事情就是一定要做到最好，然后是从不言输，从不就是害怕，总是告诉自己方法总比困难多，总是能解决的。或许就是因为我的那份执着，或者说不认输的这样的一份我的性格吧，就是可能会渐渐的影响大家。我如果真的是能够有一点，就是给大家带来今天的话比较流行说叫正能量啊，就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远远超出在舞台上我塑造的角色，我传递的声腔。其实我知道，就像我也喜欢，有时候会欣赏一个演员，我就想会去了解他的人，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然后一旦当我知道这个人不咋的时候，他的戏我也不看了。我如果这个人觉得哇超有魅力，你们知道我前段时间迷恋过一个韩国的一个欧巴啊，就是苏志燮啊，对吧？我喜欢他，我是喜欢他看他的剧，但是后来为什么会喜欢他，是因为更喜欢他这个人了。因为他创立了一个自己的工作室叫51K，啊，就是为什么要取51呢？他说人生不可能到100，但是到50是刚刚好的一半，但是我要超出一点点，所以叫51。然后他因为有水灾的时候，他捐了很大的一笔款去支持这个受灾的灾区，所以灾区把那一条街以苏志燮来命名。我就觉得可能就是当一个艺人也好，一个演员也好，就是除了舞台上，除了荧屏上能够传递给观众一个角色、一个艺术之外，如果他的人传递出来的，他是有人格魅力的，他是能吸引你的，某些方面是跟你有共振的，那我想这个爱豆就会永远的拥有这些粉丝。如果你们觉得坐在我边上的这位爱豆是一位优质爱豆，带给过你们精神能量的爱豆，请用掌声告诉他。谢谢。最后一张照片特别的有意义，也是我们这个篇章的结束。毛毛，你应该记得，王野萌，你是不是你也很青涩？大家都很青涩。对，是的，那时候我大概是体重190，体重不到100斤，98斤，差不多。边上是根生，浙江电视台的资深主持人。当年我们就看他主持的越剧的节目，叫《百花戏院》。对，我们戏称它为百花妓院，就是这个当时确实这个栏目做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个编导最近还刚刚拍了一个就是西岭映社的一个专题片。这几天我们也有交流这件事情，他因为听说我要搞一个，他说想起来真是好像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了。然后他说我好像觉得应该再来拍你。我说好啊，我说你可以再去把王野萌找来拍。许继峰老师，许继峰，对，非常资深的纪录片导演。对。那大家看到这个芦苇，就会想到那一代毛迷用水中的芦苇这个意象来代表毛毛，代表我们这个特别的群体。那是一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所以那份手抄的油印小报成了毛迷的一个精神家园。时间再往后走，我们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篇章，又有一群毛迷汇聚在了他的身边。很多人的记忆都跟他有关，我知道你们心里已经念出了4个字：美丽越剧。叶子他说他不能来，但是他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他的心和大家在一起，他想说的每一句话都写在了片子里。我们来看看叶子和他的伙伴们曾经带给大家的关于美丽越剧的回忆。而且他取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名字，叫美丽越剧也是他应该说他对越剧的一种非常质感的一种认识啊。
美丽越剧的这个网络，它建立了一个桥梁，我与广大观众之间的一个桥梁，这是观众的一种进步，观众的一种成熟。不当曾来自瓦布，暖风围绕随宾步，从来那个3年前中配。我们把掌声送给叶子。这一段是叶子记录了美丽越剧网站那么多年点点滴滴，我相信无需我赘言，只要是毛迷都懂得字里行间它所蕴含的情感。我看到好多人都是热泪盈眶，你们的记忆都被拉回到了美丽越剧相伴的那个时光。2018年美丽越剧已经重开了公众号，大家多多支持，这依然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精神家园。第一部短片讲述的是美丽越剧的故事，第二个片子猫猫是叶子对你说的话。依然记得初识的那一天，初次的对面相逢，那个剧场，那个陌生的化妆间，你的微笑给了我那个冬天最动心的暖意。每一个细节都好像发生在昨天。我与你的故事从那一天开始。西子湖畔成了我们相约最多的地方。也曾追随你的脚步去过很多的城市，到过很多的剧场，经过很多文化机构的艺术讲堂，也见证过很多值得纪念的戏剧时刻。戏剧它是要有理念的，叶子它能解读这些东西。我愿意跟这样的观众交一个朋友，我觉得这是一种心灵的一种互换。演员必须跟在剧场里和观众直接交流，才能完成你最后的作品。演员特别敏锐这种气息，我有的时候剧场里可能掌声并不是太多，但是静的会一枚针掉下去你都能听到。我自己特别陶醉于这样的一种剧场氛围。今年是你从艺40周年，也是我与你相识的整整20年。20年过去，我依然收藏着所有与你有关的记忆，哪怕只是一个写了我名字的信封，那些都是我们相伴相随的时光印记。自从相识的那一年，你就在等待我的长大。然而当我真的长大，却终究没能如你所愿来到你的身边。20年的岁月足够漫长，每个人都在无可奈何地经历时间的打磨。我们感知着彼此生命的变化，或许都变得有些小心翼翼。然而在我心底，依然有些东西一直到今天都未曾改变。哪怕几十年后我看了更多的戏，
读了更多的书，涉足了更广泛的研究领域。你的越剧作品依然奠定了我最初的审美理想，你对戏剧文化孜孜不倦的追求依然赋予我精神的动力。你的每一个带有毛氏烙印的角色，至于我的前行之路都是意义非凡。我一直标榜最欣赏的越剧演员是你，而我最为苛刻的艺术家其实也是你。我几乎是用放大镜去挑剔你作品的每一个细节。可是，当今戏剧界有多少部作品可以经得起像我对你这样的苛求完美？但你总是心怀坦荡，对我百般包容与迁就，耐心倾听，诚意探讨。有人说，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像织毛衣，一针一线，日积月累，才织出岁月的锦服。我时常觉得我们正是如此，用文字，用理解，用心灵与情感的感应编织而成历经时光的光华锦绣。后来我就通过他的文章，我就真的是感到那种类似一种幸福感。这种文字是心灵的碰撞，他的文字他解读我想要体现的那个作品的那种精神，特别准确。人生是一场相逢，也可能是一场遗忘。理性如我，早已不敢奢望永久。我甚至不知道，与你这一场青春的相逢，是否也会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变成遗忘。20年来，我从来没有精心为你准备过什么物质的礼物。与你面对的时候，热烈的赞美我也总是很难出口。但是，在这个意义特别的日子里，我还是应该诚实的告诉你，有幸与你在茫茫人海中相识相知，感谢你给我空间，让我成熟和成长。在我短暂的人生之中，除了父母师长，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你和你的越剧艺术。今后我依然会一如既往地关注着你，只是可能不会再拘泥于越剧之内。传统美学与现代转型，实践与理论的艰难探索路上，愿与你继续扶持，结伴前行。如果时光真的可以雕刻，那么有关你的记忆，就是我20年疏忽光阴中最精雕细刻的片段。与你遥遥相望的20年，也将是我此生中至为珍贵的似水流年。小猫咪，你是大一对吗？这位姐姐是博士。叶子现在是北京图书馆古籍馆的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专员。毛毛，叶子经常说她其实在你面前不会热烈的表达什么，所以人虽未至，见字如面。对，我刚才我挺感动的啊。叶子确实是一个不善表达的人，他平时他会黏糊糊的，就是演出结束背了个双肩包，双肩包里永远都是有电脑，很重很重，然后就黏糊糊的跟在我身边。如果我是在北京的长安大剧院演出，住在隔壁的国际大酒店的话，那他就会一路把我送回去。然后路上我问他，叶子今天的戏怎么样啊？挺好啊。我说我今天嗓子好吗？挺好啊。他永远只是挺好啊，真的是从来没有说过过多的这个毛毛特别帅死了，哇，你这个戏太好了，你太打动我了。他真的没有这样子说。但是这次我40年当中就是第一个出品的就是返场的这个 CD， 叶子在美丽越剧上面写了一篇解读这个 CD 的文章。我当时看了之后，我就觉得我们曾经有个相约，我说叶子，
你博士读完，你是不是应该到我身边来？啊，他说不行，我得再历练自己，等我自己觉得够资本了，我会到你身边来的。我们相约什么呢？我就跟他调侃他，我说徐成北先生写了20世纪与梅兰芳，我说将来那本21世纪与毛维涛大概应该你来写。我大概把自己也捧得太高了，我这是跟他调侃。他说我现在还不行，我要积累一些东西。我觉得美丽越剧跟水中芦苇它有一个质的一个不同，或者说一种递进的关系。水中芦苇是更年轻的一些中学生一直到大学生，他们用自己的一种对艺术、对审美的一种热爱，走进了我的这个艺术世界，走进了我的舞台。美丽越剧，我觉得它不是仅仅写毛维涛，它不仅仅是写越剧。当时我们有很多长篇的剧评都是在美丽越剧上读的。对，它可以是，它很包容。叶子是一个，他不仅仅看越剧的，他看所有的剧种，他看话剧，他国外的所有的戏剧，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跟他之间有一个就是特别能交流的，就是我一直是跳出越剧这个圈这个点，在另外一个外圈里头，我来关照越剧。我觉得越剧应该是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世界的戏剧语境当中来共同去发展，去让越剧拥有今天的审美空间，拥有今天的这个舞台和观众。所以在这一点上，叶子恰恰也是在一个大的审美的传统戏剧也好，西方戏剧也好，我们中国的传统戏剧也好，西方戏剧，他从这个角度上，他比方说他也会去写张火丁，他会去写曾静平梨园戏京剧他也会写昆曲，他会追随昆曲的那些大概差不多就是现在还在舞台上的告别演出，他会跟到上海，在北京每一场戏都去看。所以小猫咪以后要做的事儿很多。我想妈妈，我觉得叶子的成长足迹其实很能够代表毛迷的一些心路历程。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特别高兴的一点。当然有的时候我也跟叶子说一声叶子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在，他又在上班，我估计他说他领导请假请不出来，估计是他还是不善表达，所以他愿意用一个视频来表达。我也想跟他说一句，就是说其实当他在赞美别人的时候，总结别人的时候，我内心还是有点小小的妒忌的。对，还是希望他把更多的精力关注我，关注越剧。我说你们不要矜持吧，我说的对吧？刚才开场的时候，他们已经热烈的表达了。其实我想跟毛毛说的是，你经常会说谢谢戏迷。我这样说不是说你们不可以去爱别人你们还是可以去爱别人，我还是很有包容度的。但是我要告诉叶子，真的每次看他写昆曲的前辈写的特别漂亮的那些评论文章，写张火丁，写李胜素写梅葆玖先生等等这些的时候，我内心也不能说是有酸味不能说是妒忌，就是说，哎呀，叶子，你为什么不写我们呢？为什么不写越剧呢？为什么不多写我呢？叶子给你写的文章，给小百花写的文章，要是集结成册，我估计一本书绝对也能出。但是恰恰正因为它是博采的，它是跳出越剧，跳出毛维涛这样的一个圈外，再来关照越剧，关照毛维涛，所以他才会有一个美学上的更高的一个基点。是，而且很多毛迷都会说，叶子的话也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毛毛常会说谢谢毛迷，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要谢谢你，一方面是谢谢你在我们青春岁月里的陪伴，一方面要谢谢毛毛，对我们来说你是奠定了我们生命当中美的启蒙，打开了那个美的世界，所以就像叶子一样，我们才能够去领略更多艺术的美。刚才是水中的芦苇和美丽越剧的篇章，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绣虎雅集，
因为在场的诸位都是我们毛维涛艺术欣赏协会的会员，你们身上的 logo， 你们会唱的那支会歌，就是由秀湖雅集的伙伴们创立的。那是一群事业有成的熟女，她们为毛毛做了很多事，是近年来最为活跃的行动派。包括今天晚上我们能够相会在此，有她们台前幕后很多的努力。在请他们的代表上台之前，我提议我们大家首先用掌声向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付出表达感谢。秀湖雅集的代表，今天大家已经认识了，从香港远道而来的，来自我们毛维涛艺术欣赏协会的会长乐阿姨。乐阿姨再领受一下我们大家的掌声。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毛维涛艺术欣赏学会常务副会长，大家口中的杨芳姐，杨芳上台。杨芳，时间交给你。好。刚刚大家看了这么温情的篇章，2块毛米对毛老师的告白。我想我还是很通俗的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我是怎么追毛老师的。我都没听你讲过，芳。我入茅坑应该不算久，因为前2天还有人取笑我了。我是2006年的一个初春，还很冷。我跟先生2个人在足浴店里，在洗脚，正好电视看到了一个就是100年越剧毛老师在人民大会堂现场直播的陆游与唐婉，对，当时就被这个陆游给像雷电一样的击中了。插一句话，被陆游像雷电一样击中的还有谁？然后我一边看一边后悔，因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从小就喜欢越剧，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我就没有走进剧场？我只知道在家里听磁带、听 CD。当时我就跟我先生说：“你能不能让我3个月内见到毛维涛？”后来，我后来事后再想想。靠别人还不如靠自己。先生估计有意见。我这插一句啊，这个后来我听他先生跟我说，杨芳下命令了，我们家董事长下命令了，必须让我在3个月之内把毛维涛老师要介绍认识。然后正好有一次，跟中央电视台有主持人在一起，有一个应酬当中。然后他先生就说：“哎，这位老师，你能不能帮我？你肯定会认识小百花，认识毛维涛老师啊什么的，能不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啊？”哎呀，他说：“毛老师我真不认识，我认识何赛飞，介绍何赛飞行吗？”然后他说：“哎呀，不行啊，我太太就是要想认识毛老师啊。”所以刚才杨芳说靠别人靠不住，还得靠自己。最后他自己就让他自己来说吧。然后我就开始追寻毛老师各种演出，先是加入了小百花爱乐俱乐部，然后进入了那个爱乐俱乐部的 QQ 群，然后每天在群里面了解一些信息，毛老师到哪里演出，毛老师到哪里我就到哪里，那个时候一直真的到广州也去过，北京也去过，而且那几年还很庆幸毛老师演出还算多。当然在这期间也认识了很多的毛迷朋友，我今天也带来了一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10年前的我们，可能有些人都不太认识，里面有丹丹，还有红娘，他们是我走进毛老师的桥梁上的一块基石。因为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有后台2个字，我不知道看完演出可以进后台，也是他们带着我走后台。后来我发现，当然追寻毛老师看戏是我耍的第一个手段。后来我发现可以
进后台我就开始每一场演出都给毛老师买花送花，这就是我用的第二个手段。对，他就算后来因为生孩子啊，这个工作上的出差啊等等，但是他只要我有演出，花一定到。然后2006年年底，我给毛老师做了一个画册，起了一个很通俗的名字叫《毛咪心声》，里面呢汇集了我给毛老师送的一些花，然后还有一些毛咪写毛老师的一些文章，这个是我的第3个手段。这3个手段大家都可以效仿一下，对吧？追毛攻略在了。然后我这个是不是就是我说我找不到的那本吗？对。杨芳让我给了我2本，一本是留给我的，一本要让我，他说给他写一句话。我因为忙嘛，一忙起来我就没给他写，然后因为搬家嘛。不知道郭导帮我把这2本册子搬到哪儿去了，到现在还没找到。但是杨芳放心，我一定会找到的，不会丢的。因为我跟毛老师都是同乡人，然后又因为大家都在杭城，当时我们家跟毛老师家也就差了不到10分钟的车程，所以慢慢的，我就跟毛老师越来越熟悉了。2007年我怀孕了。然后毛老师就成了我的保胎良药，因为前几年我小产过好几次，然后就因为认识毛老师之后，就顺利的在2008年跟2009年生下了2个小子，所以我还有这个功能啊。以后谁想要赶紧生儿子，赶紧跟我待在一起啊！欢迎多多来杭州。后面因为看毛老师的戏看的比较多，也接触到了很多的毛迷，发现很多毛迷都跟我一样，对毛老师的喜爱根本就不亚于我。然后毛老师那个时候跟戏迷的距离也是比较远。再加上我觉得毛老师在舞台上的那个男性的角色，跟他舞台下的这么女人的女人，我是觉得很多毛迷是看不到的。所以呢，我就有了一个想法，就是想让大家就是跟毛老师见一个面，所以有了2010年的8月8号的第一次的全球毛迷沙龙。在那一年，我们成立了毛维涛艺术欣赏协会，有了我们的会徽，这个大家现在已经看到，应该就很熟悉了。紧接着，在2011年的8月6号，我们又举办了一次毛维涛经典戏迷演唱会。在那一年呢，我们有了我们的会歌相遇。所以在这里也很感谢叶子，他在这个相遇里面帮我们做了词。我觉得这个曲子里的词是有着我们很多毛迷的心声涵盖在这里面，他写出了我们所有毛迷的心声，应该说。所以大家听到这个毛迷的那个会歌，应该是很有共鸣。我们今天还有机会在最后的时候来一起演唱这首唱出我们心声的会歌。时隔8年，我们今天又迎来了第3次的猫咪见面会，所以也很感谢毛老师的支持，也感谢远道而来的猫咪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把掌声送给杨芳，和杨芳背后很多很多。谢谢。我必须要说2句啊，就是这个。其实我今天坐下来，我才想了一下，就是我跟戏迷朋友们真正面对面这样的私下交流，今天是第4次活动。那么刚才杨芳说了，就3次活动是由他作为执行会长，就是秀虎雅集来做的。全球毛迷最早叫欣赏沙龙是吧？戏迷沙龙，对。然后
在前面往前推，就是94年由浙江电视台主办的，就水中芦苇的那张照片记录下了那就是第一次聚会，实际上就是4次。其实我是一个，可能你们觉得我有时候挺逗的啊，挺幽默的。比方说黑夜里把自己一个人笑傻了之类的，看到一个笑话。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宅的人，你们能想象得出来吗？我特别宅，我是不太擅长去主动去交朋友，主动去认识人的。但是如果我认定一个人，我是会非常长情的。就像我要在角色里头，我必须要让这个男人也很长情，就是我把我自己对情感，不管是亲情、友情、爱情，我觉得都是应该是永恒的，是忠诚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份长情可能是怎么说，就是使得我就说我很难就是我不泛滥的，就是我宁缺毋滥哈，就是我对戏迷观众朋友们，我知道你们都对我非常非常好，但是我不擅长那种前呼后拥的，有一群粉丝拥着我可能有的时候我会让你们觉得我有点高冷那种，好像哎呀毛维涛很难接近的怎么样？其实不是，我其实很好接近的。我要是接近了，你们会觉得我挺逗逼的。我们现在我身边有一位小朋友，也是因为喜欢我，才从北京放弃做电影的这个宣发工作，或者说像明星那个电影明星的经纪这样的工作，跑来这个。他想毛老师为什么那么好的一个演员，为什么没人好好做他呢？我去杭州，我去给他做一下吧。我当时因为他抱着这个心情来呢，我就会很忐忑，因为我很怕他在我身边对我失望了，回头说拜拜，对不起，我走了，回北京去了。但是我过了段时间，我就问他，我说，哎，在我身边有没有给你加分啊？还是让你失望了？没有，还是毛老师，你还是挺可爱的，你可能让我更加觉得，除了看你的戏之外，看到了你的另一面。这就大概就是我，因为跟杨芳他们之间也是这样。其实我现在杨芳透露一下没关系啊，我们现在住在一个小区里，我们两家拉了个群叫幸福人家啊，桃花源里的幸福人家。可是我们住在一个小区里，见的都非常非常的少，他们也忙，我们也忙。就是我是那个不是整天需要黏在一起的那样的一个性格的，但是我心里头永远都装着你们。比如说我刚才看到贺倩，她今天是专程从香港飞过来的，也是，然后因为我的关系，也成为乐阿姨和梅姨的好朋友了。然后贺倩有一个特别的特点，他看戏啊，就像我们说鼓掌鼓在腰眼里啊，他看戏他会情不自禁就是放声大笑，他会就是不控制自己的。然后我在那演戏，比方说我演到某一个地方是要有喜剧效果的，有一点需要笑出来的。他一般贺倩你总是坐在2排或者3排，有的时候1排啊。我是因为在台上不戴隐形眼镜，我是看不见大家的。再比方我演到那儿，我跟慧玲说：“哟，今天贺倩在。”因为她突然爽朗的笑声，突然就一个笑声啊，就是很突兀的，就是在这个剧场里头出现的时候，我听到哦，今天贺倩来看戏了。但是可能贺倩根本就见都没见到我，她就是来看了戏，但是我知道她。但有些朋友可能我叫不出名字来，但是其实我都知道你们每一场戏，比方说，看2泉映月一场不落，看新版陆游一场不落，看江南好人一场不落。我知道，今天很多人都来了，而且其中有一位代表是吗？小百花的人说，他
不来，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说他怎么没来呢？因为他真的场场不落，而且就像毛毛刚才说的，有很多戏迷开始的时候近人情切，只喜欢远远的看他，但是他后来勇敢的走到了他面前，跟毛毛面对面。那天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我以前怕见到了真人之后，会不会他让我有一点失望？完全没有，我追随了他很多地方之后，我才发现我更爱他了。他正在我们身边，在他上来之前，我提议毛毛，我们一起用一个小小的短片来看看他追毛的足迹。很多人都认识他，对不对？13年、14年、14年的温州，15年的南京，15年的南京，15年的广州，15年的香港，15年香港，15年，哇，在食堂后台都去了，上海、长兴、湖州、美国、泰国、伦敦、英国的好多个城市他都追随了，西安、北京、温岭，在小百花的95剧场、音乐学院的剧场他也去了，上海大剧院、澳大利亚的博斯、澳大利亚的很多城市随着小百花，悉尼、汤加。一个小国，他说毛维涛他们去国外下乡的时候，我跟着去了。汤加是在赤道边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国家，它是英联邦的一个国家，但是没被殖民过，所以非常的原始。我们是因为侨联有一个慰问的任务，所以去了那儿。没想到牛大姐，她就跟着我们这个洋下乡去了，是吧？洋下乡去了。牛大姐今天当然她不会错过，我们有请牛大姐上场。牛大姐今天还带来了另外一个人的心意。对，牛大姐你上来跟毛毛说，好，我请工作人员把这个花拿上来，你先上来。牛大姐领受一下大家的欢迎和掌声。牛大姐已经移民海外，但是她依然场场不落。牛大姐坐。你以前说小朋友们追星，我都觉得奇奇怪怪的，现在我也追星。真的，就是很讨厌追星。你现在有多疯狂啊，牛大姐？只要有毛毛在的地方，我一定去，除非我走不动。只要有毛毛在的地方，你都去。牛大姐其实让我挺感动的一点是，就是说他们全家都移民到新西兰去了，但是她跟家人、先生啊、儿子他们说，就说，哎，不行啊，我这边的这个公司里还需要我，他是做财务的，我还需要我管账什么的，我得留下来。其实他是找了个理由，他就说去了新西兰肯定看戏的机会太少了，就这样他就认识一个人留下来，留在这儿，他没有移民到就是新西兰去，但是他是要每年必须去探亲，他是到新西兰去探亲，然后主要是在深圳工作，然后就追随我们全国、全世界各地的去跟着我们演出。牛大姐，儿子有意见吗？他怎么说啊？其实有意见，哦，一再跟我讲一再跟我讲说你什么时候要回归啊？要过点家庭生活。他儿子经常说：“老妈，你什么时候来回归过一下家庭生活？”对。牛大姐，因为时间关系啊，你的故事太长了，你跟大家说毛毛的哪一个角色当时让你过电一样怦然心动？其实呢，我是最初还是讲最初吧。因为最初的时候我们就是看电影，因为我是北方人。长春人。那个时候呢就看那个《舞女拜寿》啊。当时因为我不追星嘛，我也不看那个演员是谁。我只是在那里面真的看得眼花缭乱的。就有一个人凤汤，那个少年，温润如玉的凤汤少年，就埋到心里边了。一直到了以后有影碟的时候，我看胭脂。那个吴南奈怎么这么帅啊！哇，花痴开始了。我当时就想，
哎，这个人好像是我记忆当中，好像就是那个人，就是那个凤凰少年。我为了验证一下，我就去翻了下演员表啊，翻了演员表，我看哦，再去对一下，哎，确实是我当时那个人，哦。从此记录下了这个陌生但是特别的名字毛维涛。这个名字呢，我也不懂女团啊。我说，哎呀，有世界上这么帅的美男子啊，不分男女呢。那个时候呢，我只是局限在那个影碟当中。后来呢，在07年，我偶然在报纸上发现，哇，小百花毛维涛来了。我赶紧就去看，那是《梁祝》。当时，哎呦，看完了之后。那是看现场和看影碟绝对是两个事儿。那是从此以后就完了，从此以后就掉坑里了。你看到现在都没法躲坑。最初的时候是一个人，就是在那个美丽越剧当中，对，发现了这个组织小百花俱乐部啊。那个时候我已经移民了，移民批下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老板不让我走，恰巧嘛，我就拿这个做理由。就留下来了，留下来了，这个一个人自由嘛，就到处跑。是，其实像牛大姐这样的特别多。我那天在剧场门口碰到一位戏迷，他跟我说，当年他可以保送杭二中，但是因为他离的那个杭二中比较远，他读了一个离小百花更近的中学。他现在是一个中学老师。我说你真的有这样的经历？他说对，他给你写过3年信，你可能不记得了。他连续给你写了3年的信。因为我忘了他的名字，他在现场跟我说了他的经历，就是很多年前，就是为了那时候还写信的那个年代，对吧？就是为了你，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轨迹。牛大姐今天来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我们在海外的毛迷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让牛大姐带来的祝福。牛大姐，你简单跟我们说一下你受到的嘱托。谢谢。美国那个娄姐姐，娄琴芳娄琴芳，琴芳阿姨对呀，她很早她就嘱咐我，谢谢，替她买束花送给你，她来，她的祝福送到了，对。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视频，琴芳阿姨如果说美国能够看得到的话，我希望她多多保重身体，然后眼睛不要那个用的太多，能够让自己的眼睛继续能够保护好。因为我要说一下，就是琴芳阿姨其实是看尹桂芳先生的，看泰先生的，然后她就后来就开始就是看我。然后应该说也是年岁比较大的一批老上海人，就是很早时候就到了美国去的，然后以前他还会给美国给我打长途电话的，逢年过节的问候一下。然后他眼睛不太好，所以他会让在上海的亲戚就是给他每次我演出订上第1排的票子，他必须买第1排。他说第2排都看不见，一定要买第1排。所以特别感谢，真的我心里其实我都怎么说呢？真是没法表达，就是这样的这份情谊吧。我要跟大家说，牛大姐跟我讲过，当时毛毛生病的时候，她说她是坐在台下，眼泪止不住的流，而且她翻遍了图书馆里所有能看到的关于甲状腺的，关于这个，所有都快成了一个医学专家了。今天有好多也是白发的长者，也是我们戏迷当中的前辈，几十年如一日的追随、支持毛毛、支持小百花。我提议我们大家用热情的掌声祝福他们和感谢他们。谢谢牛大姐，谢谢杨峰，我们秀湖雅集的朋友们，谢谢你们为毛毛做的那么多的事，你们是棒棒的行动派。接下来一个篇章由牛大姐开启啊，牛大姐是我们算是我们长辈的乐迷的代表，毛迷的代表。那还有一拨人，有的他们说是看了《东方不败》迷上毛的，哎，今天现场有吗？因为我记得真的有 ，Hello。你们原来不了解越剧，是因为看了《东方不败》爱上毛？东方来了吗？东方，你看他名字就叫东方了。东方星辰就是因为看《东方不败》。是，对。今天还有一位特别的毛迷，特别的乐迷。大家知道前段时间，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那个任性辞职的老师吗？对，他也在我们今天的现场，你在哪里？少强，再见，跟大家见一见。就是这位任性的老师，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他第一站抵达的就是小百花，欢迎你。少强原来他媒体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想去小百花第一站，我想到那儿去当保洁员。”对，我都想。现在你不能来了，我们这房子太大了，干不过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最年轻的一个群体，他们因为看了《东方不败》爱上毛毛，他们有很多人是因为看了湖南卫视的《天天向上》。曾如玉器瓶，所亮与蝶同笼。男生如果要送一个礼物给一个女孩子，最有魅力的男人怎么表达？怎么表达？哎，你来。首先，欧弟你会怎么做？师傅，前面有村庄。正经点，正经点。你好，这个我觉得很适合你，送给你。这个不太好吧？不能收陌生人的东西。你看你就拒绝。马老师您来。我们正好这个《步步惊心》里啊，就四爷给若曦送礼的时候，四爷是谁演的？吴奇隆啊。若曦呢？若曦是诗诗。那这个时候肯定已经爱上了。对。我讲粤剧话好吗？好。有些事虽然是由你起的头，可是却用不得你接受。哇！那眼神哦，欧弟，再来一点。有些事情虽然是你说的开始，但不一定是你说的结束。哎呦！扔掉了！师傅别闹脾气啊！你得盯着他，盯死他，对，耳朵，说，对着耳朵，吹气耳朵里面，叫啊！刚才毛老师对你就旁边说话的时候什么感觉？心跳加速。你看，真的。那欧弟在你旁边的时候，好恐怖。今天我们其实现场的好多角儿啊也在这儿，发现小百花的女小生特别的会撩，不娶何撩，是不是？接下来对我们一会儿花痴的场景要开始了。当时在现场的这位天天党人的代表黄龄也在我们的现场，有请黄龄。哇！黄龄现在已经是一位孩子的母亲了，请坐。当时不是托儿吧？绝对不是，我是被杨会长给推上去的。啊，那个时候跟毛认识，他会有过跟你这样的接触在你身边？没有。你当时纯粹是一个即兴的表演。你为什么当时不跟他眼神对视？真的不敢，真的是不敢。毛老师的气场实在是太大了。包括刚刚我其实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还是那种感觉是半边发麻那种。真的。你有没有感觉到耳朵边上有气息？
对，然后感觉到耳朵边上有气。对，我其实当时的感觉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我觉得毛老师在我旁边说这个话的时候，我整个人这半边是僵硬的，然后是想过去跟他对眼神都没有办法，气场实在是太大了。我在想毛老师当时的时候，如果是四爷在我耳边说这个，我就当场就从了。黄龄其实跟毛毛的故事很长啊，但是能够在现场跟大家分享的很有限。此刻心上人就在你面前，你想对他说什么？哦，还是心跳加速。对，希望毛老师也是一个是身体一个要保重，第二个是青春要永驻，第三个也是多多能够演戏，然后让我们一饱眼福。我要还跟大家分享，其实黄龄还开启了一个她生命当中一个特别的相遇，就是她那个时候开始玩起了单反，所以有好多剧照是由黄龄来拍摄的。她以前其实并没有喜欢摄影，也是因为爱毛看戏，慢慢的形成了一个生活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爱好，也给我们的迷们提供了很多优秀的剧照。所以大家看到的很多经典的剧照，也许就出于黄龄之手。谢谢黄龄，也祝福你的生活。谢谢黄龄，谢谢毛老师，谢谢大家。我一定多演戏啊，对。刚才我听到菲菲在介绍的时候说，我曾经在微博上我自我介绍说一位不太年轻的粤剧女小生，且团长的干活。现在我可能要改的话，就改成就是一位真的不太年轻的粤剧女小生。且董事长的干活，所以，但是我一定会把这个日常的工作能够有一个规律之后，我一定会，只要自己的身体状态还好的话，我还是会多演戏，因为真的只有在舞台上，只有在音乐里，只有在角色当中的时候，我是最快乐的。就像我出 CD， 我每天到录音棚去的时候，是我最开心的那一刻。走进办公室，看到那么多事务工作，要看到要票房，要宣传，要经营，要管理的时候，真的头很大。所以还是会今后，现在我已经这边公司团队有监督我，你们有没有觉得我最近稍微瘦了一点？监督我不许乱吃东西啊，就是要运动。要锻炼所以我会尽量的让自己保持好的状态，能够延长一点自己的艺术生命。谢谢。我以最后一个问题来结束我们这4个篇章。毛毛，我也很好奇，当你知道你是那么多少女、那么多女性心目当中的那个王子、那个梦中情人的时候，那是什么感觉？挺失望的。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比方说情人节啊，这个我也希望有一位帅气的男士，比如说什么类似玄彬这样的啊，苏志燮这样的人啊，胡歌什么的啊，给我什么寄个卡呀，什么送把花什么的啊，传递个信息啊。所以他心里住了一个小女人哦。我全是这个女孩子啊，就是给我那个传递那个爱意啊，但是我欣然接受了。我觉得这个爱里头，我们无分性别，它是一种超越性别的，是属于艺术的，是我们自己的幻想的、梦想的、理想的那份情感，所以我特别珍惜。谢谢。某种意义上，毛毛也塑造了我们心目当中那个美好的爱人的形象。我不知道会不会给大家找男朋友增添一点麻烦？会啊。对呀，你不知道有个故事吗？今天一遇毛为桃，遇误终身是吧？对，就是有一位朋友叫圆圆，今天可能没来啊，她后来嫁了啊，后来去找了个男朋友嫁了，据说就是因为她男朋友谐音叫梁山伯，但这个字不是这么写的，他反正就叫梁山伯。后来说，既然叫梁山伯，算了，我就嫁了吧。这个是笑话了，就是我觉得可能会，
怎么说？就是其实我一直在说女小生的钱旦昆生的美学里，它带给观众的，它是一种非常象征的、唯美的、诗意的，这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对。我作为一个女小生，我心目当中那个最理想的，我幻想出来的那个男性，我把他呈现在了舞台上。就像梅兰芳先生，他塑造的虞姬也好，贵妃也好，我可以说，我看过他当年留下来的影像，那种千般妩媚，对，那种醉酒的那种风韵。我真觉得现在的女演员都没有超越她，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梅兰芳先生心目当中的那个女性，他认为最美的那个女性。而女小生恰恰是我心目当中最帅气的、最有担当的、最幽默的，又有才的，当然最好还能挣钱哈，就是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的。对，关键是什么？包容。疼爱你，所有的一切，比方说陆游为什么举手举得最多？其实陆游啊，真的历史上你们去看看他，唐婉死了他没咋地，他不照样还结婚了吗？还生了一堆孩子，对吧？当然他也还是留下了钗头凤，但是郭伯伯笔下，他把陆游这一段情感，他把它写得非常的唯美，而我去演绎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好像我演演陆游的时候，27岁，我好像我还没谈恋爱呢，但是我把我所有的从文学当中的、影视作品当中的、生活里看到的所有最美好的情感、爱情，我把它寄托在这个陆游的身上了。所以当他失去的时候，获得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当然这里比方说大家都说那件蓝衫怎么样，兰陵老师设计的这件服装，当他3年以后这个自己重游沈园的时候，这件蓝衫已经把他的心情表达出来了。但所以在这个里头，当他再去写题诗的那个钗头凤的时候，那种情感，我相信这是我心目当中我认为陆游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样的陆游才能写出这个千古绝唱的钗头凤来。所以这就是我把它从美学上界定为叫双重审美，也就是说从女性的眼光去审视一个男性，再用自己的肢体，通过我们戏曲的四功五法，再把它传递出去。这个双重审美当中带给观众的是一个现实生活当中不可能存在的、不可能出现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男性角色，这大概也是吸引我们那么众多的心中有幻想的。我相信毛迷啊，一定都是心中有诗意的，都是可以当诗人的。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也是我在舞台上坚守的，或许也是我的这些美学呈现的这样的一些角色，能够吸引到在座的你们那么多朋友们认可我的角色，或者说被这些角色所打动。所以我们今天还能够分享毛毛他内心的艺术理念，或者说他的艺术理想。其实现在有很多毛迷也会写文章来解读为什么会对这个人如此沉醉。如果说我们这个篇章告一段落，接下来你们会看到更多美好的人，他们是毛毛的学生，他们在舞台上光彩夺目，他们也是成为舞台上的发光体，他们当中非常优秀，他们也和毛毛一样，在身边聚集起了属于他们的戏迷，守护他们的人。我刚才说了，今天我们有几位角儿也来跟大家共度这个难忘的时刻，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个非常特别的环节啊，角儿们已经准备好了，他们都是毛毛的学生。我要请工作人员把大家估计都人手一套了。返场，我想不用我多做介绍，可能你们都已经反反复复的听，像我在车里我已经听了不知多少遍，有好多我从未听他唱过，
没想到多年之后再听，我发现真的特别特别的有韵味儿。我看到你们在点头回应我。这当中有很多的选段，有一些传统的影派的唱段，也有40多段毛毛新创的作品。还有一张 U 盘，大家都收到了啊 ！U 盘里面还有伴奏带，大家可以沉醉在这个粤剧的影派的世界里。今天来了5位优秀的演员，5位角儿，他们在现场要跟大家一起来演唱，是不是很幸运？接下来将是耳朵和眼睛的一场盛宴，我们也能够看到影派艺术的传承。毛毛，我们接下来设计的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点唱的环节。我还需要坐在这里，对，还是我可以您坐这儿，我坐这儿啊。我们毛毛坐这儿，他在这儿听没问题吧？毛毛您就坐这儿。啊，那然后我们进入一个点唱的环节。我坐在这儿，他们会紧张的，变成考试了啊。那我们就由工作人员题库、曲库准备。都是返场当中的经典曲目，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我们要现场聆听毛毛的学生为大家来演唱。来，我们题库滚动开始，由毛毛3、2、1。哇！这段开场特别好，由何文秀的《桑园坊妻》开始。毛毛有请哪位学生来跟你一起？桑园坊妻的话，要不君吧，因为他刚刚那个排了全本的何文秀。哦。对，这个戏还没有在杭州演出过，就是彩排是在舟山彩排的，然后合成啊这些排练都在我们音乐学院就内部的自己的这个排练。今天算是给观众朋友们第一次亮相，就是这个《桑园坊妻》何文秀当中的，也是最年轻的影派弟子，我们小百花新生代当中的佼佼者，掌声送给陈丽君，给大家演唱何文秀选段《桑园坊妻》。真的有点像唱腔考试。
有很多他的粉丝，你跟云霄已经组了一对大家都很亲醉的 CP。对，我看到 B 站上有很多云霄管他叫什么叫老公老夫，对他们老夫老妻了已经是。然后君君是我们叫他就是比赛的冠军啊，比赛冠军就是反正只要他去参加比赛的地方，那个1、2名一定是他拿回来的。确实非常好。君君啊，大家可能对他的历史不是很了解。他15岁从嵊州艺校毕业，考到自己跑来考小百花，那时候好像是爸爸陪着来的，对吧？还是老师？姐夫啊，反正有一位男士我记得。然后我当时考的时候，我想这个子那么高，手脚那么大，唱花旦的，他学花旦的，那时候唱的是吕派吧，好像是啊。我想这怎么办呢？这我们团也没花旦跟他没小生跟他搭档啊，这个时候我们正好是要准备办小百花班，我脑子里头就留了个念头，我想把这个孩子留下来。条件非常好，但是我要让他改小生，所以这个决定没有错，这个小生改的还是挺不错的。这样是，现在新生代的影派小生已经在舞台上立了起来，而且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粉丝。我建议我们大家再把祝福的掌声送给君君，君君加油！多多支持君君，以后有新戏我们在舞台下为你喝彩。好，我们进入第2段，还是由毛毛来3、2、1倒数，看看点唱点到哪一段哦。开始，毛毛，停，看来大家期待的一段哦。毛毛，这一段由谁来演唱？因为这次这个。我们执行会长杨芳啊，就是把整个流程就一直就保密，我都不知道的。就是他说只要让我干几件事儿，你知道这个事儿就行了。其他的他说你都不用管，我们都会弄好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今天来了，他们几个到我办公室来，到我化妆间来，我才知道哇，原来还有学生青年演员过来。你们这一段是谁？要不那个谁吧，那个雅哥啊，不是谁，雅哥好吧？雅哥因为前段时间那个专门发了一段他唱这个，还有唱另外一段的唱腔给我唱一下。还有呢，后面还有。我们现在听主持人的这个环节，就是让他们传承篇点歌啊。那个我当时听了以后，他录音发给我，我就在那听。我爸爸竟然说：“哎，你这个唱腔什么时候唱的？”他以为是我的当然就是还是有一些细节的地方，我还没来得及跟雅哥说。确实，学了这段唱腔进步非常的大。今天也算是给大家做个汇报吧。我们有请陈丽雅为大家演唱2泉映月，且向泉中唱月明。有请。年
苍生，燕儿灿灿，思娘笑，宫儿阵阵，思娘曾。谢谢，好，谢谢雅哥。雅哥，我们大家陈丽雅，我们团里所有的人都管他叫陈总的，因为他是富二代，有家族企业的，爸爸几次要他回去当总经理，去了有一次真的辞职了，回到家乡去了1年，但是这个1年里头，大概有半年时间依然回到团里来演戏。他爸爸看了半天，说这孩子叫不回去了。所以还是让他到了团里，所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雅哥加油，雅哥加油！谢谢马老师。毛毛扣留篮里面，你儿子是不是雅哥演的？对，我儿子，对，大家记不记得扣留篮里面虽然没有一句唱词，但是我当时在舞台下，我就觉得这个儿子演得特别好。所以这是小百花的一种文化，从来没有小演员，从来那句话怎么说？没有小演员。只有小角色。
对对对对对，没有小演员，是，对这就是小百花的文化。就我以前小时候看他们演的《西厢记》，连那个小沙弥、小和尚，每一个人那个表情都做得特别好。有时候我坐在舞台的最台侧，大家会看到他们慢慢进去的那个样子。进去的那个时候，那个背影都是有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小百花能够成为越剧界的骄傲的这个品牌的原因。我们进入下一段，雅歌君君唱完之后，接下来这位角儿也要登场了。来，我们滚动一下曲库，有请毛毛来3、2、1点唱。停。啊，韵味悠长的探月。这个好像这个是我最擅长的嘛，吸引上来了。你们自己报名谁唱这个？这一段是谁唱？有吗？老魏，亚洲，亚洲，要不请亚洲好，亚洲唱。我们请年轻的影派弟子来唱这个传统的唱段。亚洲前段时间我们一个比赛当中，我刚刚给他排了胭脂里的圣思。演得非常不错啊！那今天既然点到这一段了，就唱这一段吧。有准备吗，亚洲？好。亚洲其实亚洲还有一个特别棒的一个他的特技，他跳现代舞跳得特别好。以后我们有机会一定让他除了唱越剧之外，来一段现代舞，爵士跳得特别好。现场可以。不行。好，那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杨亚洲、张亚洲为我们演唱《沙漠王子》选段，大家熟悉的《探月》。我
享的时候，毛毛有没有注意到现场伙伴们可能跟我心里一样，有一点点小小的骚动的情绪，说：“哎，这不是算命吗？”工作人员上来说一声抱歉，说：“因为准备的原因，工作人员要跟亚洲说一声抱歉，准备错了。”他即兴临场应变，为大家唱了一首《算命》，唱得那么好，我们把掌声送给亚洲。谢谢你。我突然想起来一个特别好、有意思的一个笑话。说有那个票友比赛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浙江电视台有那些票友活动的时候，有一位票友太激动了，他就跟根生老师说：“根生老师，他说你唱什么？”他说：“我唱一个何文秀算命啊，唱一个何文秀桑园访妻。”然后就是因为清唱嘛，没有音乐出来，他说那根生老师说大家掌声欢迎，他就说好，下面我给大家演唱一段桑园访妻，心匆匆命把话送。就我刚才以为是亚洲唱错了，其实是亚洲非常应急的变了，因为他这个打的是探月，但伴奏带是放的是算命啊，这个也是演员临场的一个灵机的变动。是，好，我们掌声献给亚洲。谢谢亚洲，谢谢雅哥，谢谢君君，大家多多支持这些年轻的、出众的影派的弟子。接下来2位，相比刚才3位新秀来说，在舞台经验当然要成熟得多，而且他们现在也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戏迷。2位角儿今天坐在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属于我们的时刻。接下来有2位啊，我们看看他们给我们唱哪个选段，还是由毛毛来定。我们有请曲库滚动，毛毛3、2、1倒数，看看2位角儿给大家分享哪2段。看来是大家期待的又耳熟能详的曲目，毛毛有请谁？那这段肯定是李肖文了，肖文，因为肖文是藏书之家的必角哈。他是，其实我们前几天还在说藏书之家，他演的场次可能比我还多。因为我们当时要去参加一个艺术节，艺术节是有规定的，必须要满50场才能去报参加这个艺术节。那当时正好我们有一个计划，就是送戏进校园。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把这个大概2个多小时的戏精简到比较短一点，就是然后这个校园版一直都是肖文在演。其实肖文这个戏我看过他很多次演出，演得非常非常的好。其实刚才应该要是点那个三桂厨书，可能会唱得更好一些。肖文，谢谢。有请李肖文为我们演唱《藏书之家》选段《舍不得》。我
我想子孙繁荣，为你嫁归6生7世，死死的愿我也正好打个小广告啊，肖文，大家叫他小李公子。小李公子这2天非常的辛苦，今天嗓子也有点疲劳啊，都一直每天已经在这个大剧场里已经在开始和音乐合景在排练了。接下来我们的驻场3校小李公子担纲唐伯虎，我们期待着他的新角色。很多人说当初爱毛是因为那个电影《唐伯虎》，我也看过那个电影。年轻的、潇洒、风流倜傥的新一代的唐伯虎将会立在舞台上。我记得跟我一样，好多我们这一代的毛迷认识小李公子，还是在那年里参加比赛。当时那个漂亮的杨乃武让很多人眼前一亮，很多年前的往事了，对吗？一直都非常期待你在舞台上有更多的绽放。我们把祝福送给小李公子，也提前预祝他的3校能够取得成功。也是因为这个杨乃武，我才把他从是吗？余杭越剧团挖过来的。当时就一鸣惊人。今天看到小李公子，确实比以前更要光彩夺目。祝福你，小李公子。谢谢，期待你的3校。接下来压轴的。很多人都会说听他的唱是一种享受。我经常在舞台下有他的演出，会看到他的粉丝一点都不亚于你们。老魏，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我经历过好几次，然后就看到一个特别笑容可掬的老魏出来，他极有亲和力，我们都特别的爱他，在舞台上一直都孜孜以求。因为没有可选，最后一位了。我们就有请第5段了。随便吧，老魏对，随便啊，他文武昆乱不打啊，就随便点一个都可以啊。那我们依然滚动曲库，停。哇，底下好厉害，你们真是很厉害。我刚才还说圣诗那个亚洲唱一下。没想到老魏这边好，老魏顺势没问题啊。
我以为老魏比较适合唱梁山伯一样，对对。好吧，来，我们接下来有请魏春芳给诸位带来《胭脂》选段《慎思》。伤心生死
老魏大家知道，他其实手工范派啊。但是他一直跟我说，他为什么会学越剧，是小时候受爸爸的影响，一直喜欢听尹派，然后一直是听我的唱腔，就是蹦着小百花来跟着毛老师来学戏的，所以他一直兼着在学尹派。如果我要自私一点呢，我就让他放弃范派，让他学尹派好了。啊，有那么一条好嗓子。但是我就觉得别辜负他这条好嗓子，所以老魏我说你应该主要还是唱范派，你可以兼学尹派，将来在范派、尹派、魏派，说不定出一个什么流派出来，对吗？我们期待，等到老魏反正已经从10几岁开始叫老魏叫到现在，也没有将来是真的成为老魏的时候，真的会有一个新的流派会出现。掌声送给老魏。而且大家对这段都非常熟悉，会知道他在毛毛的基础上有他的味道，是吗？而且是游刃有余。老魏听你的唱永远是一种享受。老魏永远那么质朴，但永远如此动人。祝福你，老魏。刚才毛毛说，他很想听老魏给大家演唱《梁山伯祝英台回18》那个选段。别着急，接下来还有一位特别的学生来为大家演唱，满足你们的期待。这个学生真是很特别。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新晋女小生上官婉儿，有请。切切8月8，明月千里早返家。长河切莫似光绪，38应得穿越啦。不料9月40月，野羊天性自高，私塾附近越大好，丝路功名淡忘了。312铁环了，谁系出墙给山腰？才有自己谁让起，来年成铁在逍遥，3年同唱精神操，小皮重逢才进早。去做英台。梁山伯要去做英台。大家好，我是王者荣耀上官婉儿。
非常荣幸能拜毛维涛老师为师，成为一名越剧女小生。欢迎你们来到我的新家小百花越剧场打卡，一起感受越剧艺术的魅力。我们的毛毛总有惊人之举，有时候我们觉得你跑得快的，我们都快跟不上，是吗？他们说这个现在我掌握了很多，就是新兴人类的一些技术啊，一些语言。其实这一次腾讯的《王者荣耀》的合作，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一直说18年团长，我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让越剧破圈的这样的一个突围的一个方式。那也许跟腾讯这样的一个合作，我说一边插着这个高科技的翅膀，一边插着新媒体的翅膀，能够让越剧能够再一次能够在小百花越剧场当中能够腾飞起来。我跟大家说一个小细节啊，就是说数字我现在记不得了，反正这个都是什么17个亿啊，什么多少，因为本身这个王者荣耀的这个实名登记的这个玩家有多少人？有7个亿，每天打开有1个亿这样的一个流量。我前段时间我突然我的微博死掉了，我没法发上去了。那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团队去后台去问了之后，说是因为突然我涨粉，以为我是去买粉或者是出什么问题了，所以把我就停止了。上面显示出来，当我要去发的时候，说你的这个里头违章到一些什么情况啊，就是请去查询里头的新浪里头的一个东西啊，就是。然后才知道是这样，后来告诉他们，因为是这样，自然的就涨粉涨了那么多。不是说流量一定是唯一的，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说没有流量，我觉得我们的中国传统戏剧真的是岌岌可危。我们总是在这个腾讯的这个结束这个活动那天的发布会结束之后，我有一个群访当中，那个大概因为是腾讯啊这个圈子不是我们这个圈子，更多的一些媒体是关注其他的。我当时大概有20几位媒体一个群访，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你们知道最近有戏剧节在举办在什么地方吗？底下所有的记者说乌镇戏剧节。好，我说不是，我说的是国家的，浙江省的戏剧节在哪里？中国戏剧节在哪里？底下的媒体没有一个人知道。其实刚刚在浙江省第12届戏剧节在温州举办，第14届中国戏剧节在福州举办，但是媒体都不知道。举一国之力的戏剧节没有人知道，而乌镇360天里只有10天的一个戏剧节，反而让所有的媒体知道。今天是一个互联网时代了，如果我们依然抱着一种农耕时代的思维，那么不要怪这个时代把你抛弃，是你自己没有跟上去。所以我这样做的时候，也许也有人会去质疑毛维涛为什么又去搞这种东西，反正毛维涛老是去搞事情的。但是我搞事情，我不是为我自己，当然也是为我自己，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我的表演，关注我的演出。我希望越剧真的有第2个100年，所以才会不断的守住这个剧场也好，这一次王者荣耀的合作也好，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出乎人们意料的这样的一些合作的一些方式。我是一个有仰望星空的时候，有顶层设计的想法的人，但是我也会落到细节。刚才我坐在这儿，我想我这个黄婆卖瓜一下，我吹捧一下我自己。你们有没有觉得坐在这里特别舒服？这个椅子腰不疼，对吧？一般这样的椅子坐着这么长时间，肯定腰疼了。我是在我忘了，不知道是在欧洲的哪个国家的一个剧场里头，化妆间里，我坐到了这把椅子，我把它尺寸量好，让舞美队的阿元老师，我们的这个舞台监督，我照片拍下来。我们这个椅子是在这儿
通过3次打样之后定制出来的。哇！因为我希望在这儿，不管是将来我们其他的团队到我们剧场来演出，坐在那化妆是很舒服。因为我每次到任何剧院去化妆，哎呀，那个做的那个不舒服啊，这个妆化的是极其难受。但是就到了那个剧场里，哎呀，我想这椅子是怎么一个构造啊，怎么那么舒服，正好顶着腰。所以我们这一次我讲这个细节。未来在这儿，这是黑匣子剧场，我们还有一个经典剧场，还有一个大剧场。大剧场已经试营业，已经演出过了，还有未来配套的很多空间，一一的完善之后都会打造。我希望这儿真的是一个城市的会客厅，是一个我们都市的公共的文化创意空间。它不仅仅让你看戏，这是你的一种生活态度。我们慢一点，再慢一点。今天我在跟大家见面之前，我上午接待了台湾云门舞集的林怀民老师一行8人，他们正好昨天晚上和今天晚上在杭州大剧院演出怀民老师的这个退休前的告别之作。今天他要来看我们的剧场，因为他的淡水也有个剧场，但是林老师告诉我今天像进了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因为我们那个，哎呀，我们那剧场跟你们那厕所差不多的。但这是玩笑话了，就是说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场馆，我相信这就像跟王者荣耀合作一样，我们也有了一个脱圈的可能性。驻场，这是我提出来的中国传统戏剧未来可能能够去让自己突围的一条路，所以我可能也许未来我会更多的演出，因为我不需要跑到别的地方去，还要寻找市场。在这儿，我们自己可以经营我们自己，我们演出也就会越来越多。像刚才我说到的这个3校的话，我们将会1年驻场演出至少有100多场的演出，所以大家可以饱耳福、饱眼福，还可以在经典剧场里看实验性的越剧，还可以在经典剧场里看那些经典的作品，在黑匣子里看实验性的越剧的作品。所以未来这是你们的家，是上官婉儿的家，也是你们的家。欢迎你们常回家看看。就像毛毛说，袁雪芬老师和那一代的越剧姐妹们，她们曾经梦想拥有一个属于越剧的剧场。我记得叶子跟我说过，如果前前后后算上，这个剧场应该付诸了你18年的心血。我们在这个从申请土地差不多就是这样，差不多18年。现在这个梦想成真，我们能在这个化茧成蝶的美丽的蝴蝶剧场里面相聚，我们要把掌声送给毛毛。那一代越剧人的梦想实现了，未来会是我们的家。而且毛毛也说了，希望这里以后大家来杭州游西湖、喝龙井、看小百花。我知道我们这儿有好多已经有自己的小 baby 有孩子了，你们会跟自己的孩子安利毛毛、安利小百花吗？哇，那你们就是一个播撒种子的人。谢谢大家。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新编的版本，我相信你们都看过，无论是在舞台上和他面对面，还是看过音频和视频，你们也知道这部作品对毛毛来说非常重要。它是一个守正创新，又是一个变中有根的一部作品，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接下来进入到的一个片段也跟承上启下有关。如果说我们刚才在大家呈现的是继承篇的话，我们接下来要走进的是毛毛他曾经经历过的他的继承的故事。今天在现场有一位气度不凡的老师，一位大帅哥，不知道你们进来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他？我今天突然一下子被这个英俊高大的样子的气场给镇住了。他是毛毛的领路人，把他引进引门的老师。我们要把热情的掌声送给宋普南老师。哇！毛毛，接下来时间由你来介绍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一个合作。我们还特意今天放了一台3角钢琴啊。宋老师刚才就像菲菲说的，是带着我走进影门的。一个小故事，我在艺校80年
上进修班的时候，我们当时宿舍到食堂大概正好要路过一个教室楼，在教室后面，我拎着同学让我也顺便帮着打个热水，我拎了2个热水瓶，我就走过那个教室楼的后面的这个长廊的时候，我突然被一个教室里的一个声音被吸引了，我就不自禁地忘了打开水，就趴到那个窗口去听，我就看到了刚才菲菲说的一个帅气的高大的宋老师说我现在头发已经很少了，宋老师以前就是这样扎根小辫儿，然后穿得特别时尚，经常会夏天也是戴个白帽子啊，就是反正是艺校里最帅的一个，最时尚的一个。在这样时尚的一个老师唱出那么缠绵的、那么韵味儿的这个唱腔是什么？我不知道啊。完了，我一看里头有一个同学我认识的，我说能不能跟这个老师说说？我说我能不能上这个班来旁听一下呀？那我的同学就去跟宋老师说了，宋老师说好好好，你来好了，然后就给了我一张谱子。这是我第一段学习的影派探钟点当中的1点钟。1个星期以后，宋老师说，坐在后面那个旁听同学，你唱一段听听看，让我听一下。宋老师有一个特点，有一个教书的教学的一个习惯，他是用钢琴给你伴奏的，所以你的音准一点都逃不过去。我当时我就唱了，唱完之后你们可能想象得出来发生什么了。宋老师就跑来跟我说，你到我班上来吧。我说我现在在徐派组里头，我在袁开祥老师那里。对，我是学徐派的。你们不知道啊？对，我学徐派，后来我还唱过范派，范派我还在人民大会堂演出过三伯林中啊，对，这个，我反正那个时候在范派、徐派、陆派多学过，但是我始终没找到，而那个声音，就像你们被击中一样，我也被击中了，然后宋老师说我会去跟班主任老师商量的。商量完之后，我就进了宋老师这个组，所以我今天专门要请宋老师到场，一是感谢宋老师，在80年，你们算算多少年了？39年，在39年前把我引进了影派这个门里头，感谢宋老师。第二呢，很多年以前。只要我演新戏、原唱的戏目，还是传统的剧目，我都每次都要到宋老师那儿去过堂的。有时候我演出前、排练前、彩排前，所有的唱腔都要让宋老师给我顺一遍。那今天呢，我想呢，请宋老师来，继续的给我用钢琴伴奏，像当年上课一样的给大家唱一段《探钟点》。宋老师，你要说几句吗？还是我们先唱？好，那我们先唱。我要跟大家说，今天宋老师早上10点半就已经到了我们现场，他来为大家准备，他来试音，来跟大家一起共度今天特别的日子。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宋老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时空穿越的另外一个空间当中，重温当年宋老师钢琴伴奏指导毛毛演唱《探钟点》。耳听得一点钟，钟声勾起我浪子梦。往事
烟圈来红，我爱他是金用功，有相思一股好儿童，青梅竹马有伴侣，并妹妹与我爱相共，在小山河边张爱苗，花前月下心意浓，岁月更换生长大，恰将心思细成风，爱心扎相思梦，结成了一对乱红枫，新婚之乐落穷，我相信闭门难迎用，想到以前甜蜜事，我眼泪相迎，别拥抱。本来跟宋老师商量，我们说我们再把5点钟唱一下，但是时间关系，以后有机会再唱给大家听。谢谢宋老师，宋老师今天给我打个分吧，今天我唱得不太好。宋老师到舞台中间来领受一下大家的掌声。宋老师，请有请宋老师。宋老师说几句。宋老师来，10点多，宋老师就已经在现场，而且我要跟大家说，今天5位影门弟子也同样是宋老师的学生。对，也都受过宋老师的指教。我们的新的小百花班，宋老师还在小生组里当老师。你们猜猜宋老师多大年龄啊？是不是很帅？就是因为太帅了，个子太高了，所以没到浙江粤剧团，就留在学校当老师了。宋老师40年前把毛毛从徐派宋老师。请上来一起，宋老师要求合个影，说一起好吗？好，那我们就一起合影，大家共同见证这个特别的时刻。来，我是看到他们这批从毛毛团开始，当然包括下面一代，都一个个都非常优秀，我也很开心。我曾经跟你们说过，我是想碰到毛毛堂这样的学生，是我一生的这个幸运。我也是被宋老师逼出来的。我们那时候星期天好不容易能够睡个懒觉了，我真的想睡觉，宋老师就在我的宿舍楼下，毛一涛
起床练唱，然后就一边弹钢琴一边让我刨着原场练唱腔，这就是这么逼出来的。严师名师出的高徒，我都给他们这些都给他们上过课，哎，所以都是学生。如今桃李满天，我们就一起来合影留念。宋老师来，来。来，我们把掌声送给宋老师和他的学生，也祝宋老师身体健康。谢谢宋老师。谢谢宋老师。我们台下休息，谢谢宋老师。我相信今天大家也会记得这个帅气的花样叔叔，祝福宋老师。接下来这个片段也要跟大家特别的做一些沟通，因为毛毛刚刚结束了一段非同寻常的寻师之旅，因为今年也是特别特殊的年份，大家知道是太先生尹桂芳先生诞辰100周年。我们接下来就通过一个短片来跟着毛毛一起去跟他走那一段寻隐之旅。今年呢是太先生尹桂芳诞辰100周年，又是我从艺40年。我今年特别想做一件自己随心自己的事情，循着太先生的足迹就走了一遍。先去了福州，太先生以一己之力能够把我们粤剧带到了闽南地区，然后就想在他的正日子，就是12月1号以前回去一下他的出生地，对，也是他第一个演出的舞台，那个庙台里头。最后去上海，去淮海西路太先生的家，那是我登门求学无数次啊，就是太先生尽管身体不便，但是他依然就是这里门口，我下楼去了，他就在这里。我们把掌声送给太先生。毛毛，当走过这段历程，你的眼睛再次跟他四目相对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其实我真的没有太多的伤感。今年太先生100年诞辰，尹派的弟子们以不同的方式都在各地纪念。之前在几个月前，中央电视台11套也专门为芳华和太先生做了一个专题的一个节目，我也去参加了，里头有那个这个采访环节，也有专门演出一段太先生的代表作的，我当时是选了《山河恋》当中的宋信，我和方亚芬一起演的。然后在弟子自己的原创作品，我是唱了刚才雅歌唱的那个二泉映月当中的一生嘛，就是唱了这2段。然后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寻师之旅？其实可能随着年龄
不是说我不想去搞一台晚会，搞一场演出去做纪念，而是我想就是由着自己特别个体的、特别自我的心里想怎么去做一件事情。前面你们介绍我听到专题片里在说，当了这个多少年的演员队队长，一进小百花就是演员队队长，当了多少年副团长，又当了18年的团长。之前团长之前呢，就是基本上是被动的。我经常开玩笑说，党叫干啥就干啥。当了团长之后呢，毛维涛3个字也就变成了一个符号。我要为小百花这个品牌，为粤剧这个剧种的发展，我要有更多的思考。几乎那个时候，我这个18年里，我没有出过一张碟，没有做过一件特别随心的事情。比如说，今天林怀民老师来，我特别想跟云门有一次合作，比方云门跳舞，我也在跳当中，我可以去唱粤剧。我想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不能做，我也没时间去做。包括这一次，如果我还是团长的话，我们一定会有一个盛大的纪念泰先生的一个活动。就像当初我们给尹小芳老师做了一个纪念活动，是由小百花来做班底承办的。泰先生的纪念活动是由赵志刚、有志刚作为上海粤剧院来作为班底来承办的。那么现在也是这样，各地的弟子们都在各地做着各种不同的专场演出也好，晚会也好，庆典也好。我就突然之间就是有一点儿就是远离我们这样的一个群落，我想随心的去做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想去走一下泰先生曾经的他的这个从他的出生地开始，一直到他芳华，一直他最后晚年落户在上海。这个过程当中让我感慨万千，但是我刚才说我并没有太多的伤感。我觉得泰先生这一生非常的不容易，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财富。我说我是没有看过他舞台上演出，但是我看过尹小芳老师在舞台上的演出，我受过泰先生手把手真的口传心授的教戏。比方说我的何文秀扩牌算命，我的盘七锁七当中的陆贞赏月，都是泰先生教的。以前你们可能关注我的话，我经常说一个特别有趣的细节。我比方说回来之后，宋老师说毛维涛你怎么全是左手耍水袖？因为泰先生半边身体已经基本是瘫痪的，所以他坐在那里，但是他那双漂亮的眼睛，会说话的眼睛，你是知道他要表达什么的。然后他永远都是这个水袖告诉你要怎么耍出去。比方说梁玉书，那我要去爸爸妈妈去告诉你是那个我们仇家的女儿啊，那我要去了啊，他就说我要去了，那眼睛是花的，然后这水袖呢抖出去呢，等着你来抓我，对吧？我要去了，像这些他就是这样叫口传心授。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要是再没有一个这样的追随，再有没有这样一个回顾和继承的话，我身上也许还有1/2的 DNA， 那就下一代就没有了，1/4都没有了。所以我希望我看到的东西尽可能的留下来，甚至我要去走泰先生曾经走过的这个足迹。为什么他会到芳华去？为什么他走的时候，上海的观众这么挽留他？那种场面，我们现在调出当时的申报来看，拉着横幅，甚至现在坊间传说是有人卧轨啊，就是跪在这个火车的上海火车站的轨道上，不让他去芳华，不让他去福建。所有的这些，我就觉得是泰先生的艺术魅力，同时也是他的人格魅力。因为当年是很多剧团是需要去支援一些老少边地区。我的婆婆郭晓楠导演的妈妈，也是这个响应党的号召，
从天津支援到宁夏，水土不服，转到了哈尔滨。所以这一代老艺术家让我感受到的是那种真的戏比天大，生命和艺术和他的戏在一起的。这个足迹的访问下来，走下来，让我心里更踏实了。跟我同行冯杰，我的老朋友了，也是合作20多年的合作伙伴，小百花团原来的副团长啊。妈妈，我想这里应该让大家认识一下冯杰老师，他也是很早就到了。是，冯杰老师有很多身份，小百花的副团长，包括很多节课的编剧，对。但是我想今天他坐在我们这里，他就是毛毛20多年的老友知己。谢谢你，冯老师。冯杰说：“毛毛，我从来没有看到你这么放松过，你好像完全就是……他们说毛毛，你那天穿的衣服什么呀？那么胖。”我说没关系嘛，就是很随意嘛，穿了一身休闲的服装就去了。我从没有这样放松，我基本上那天的体态就是一直就是这样，要不插在兜里，要不就是手反背在那里。真的是，也许冥冥之中，泰先生有一双手在推着你。我到了他的故乡，他曾经第一次登台的那个戏台，当然是修缮过的。这个乡里的祠堂里的这个古戏台，庙会本来是在后面几天的，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我去的那天，他们突然提前了，不是为我，他们不知道我要去的。庙会在演出，我当时人山人海，我想进去，馆长跟我说：“你别进去，去了他们会把你吃掉的。”我说没关系，我悄悄地从后面看着当年泰先生曾经演过的这个舞台，我走到后台跟那些民间职业剧团的演员进行交流。我真的是，我觉得这是怎么讲，就是40年来，我真的在内心我去戳摸到了泰先生传递给我的影派艺术的那个基石让我戳摸到了。我相信我下面我会更加的坚定，我知道它的基因是什么，我们未来应该怎么去发展。谢谢。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也要用一些比较有仪式感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泰先生的敬意。我建议在此大家全体起立，我们用热情的掌声，这个掌声送给泰先生。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如今石门酒饮，影门弟子花繁叶茂，我想泰先生应该觉得非常的欣慰。这是毛毛的寻师之旅，也是寻根之旅。请坐，我们接下来有一个特别的环节，由毛毛带着另外5位影门弟子，毛毛的学生一起来演唱选段《三生路上有约定》。我先解释一下，这个唱腔是当年我们给小芳老师做专场的时候，冯杰老师写的词，江苏的作曲家吴小平老师也是我们《春群传》的作曲写的谱的曲。这一次我们又重新进行了一些完善，然后是我跟小平老师说约定，原来呢因为我太忙了，要忙着这个演出，是肖文唱的最早那个晚会上，这次呢是由我来唱，然后我想再领着几位青年演员一起来唱这首我们很影派的缘和泰先生的缘。
欢悦的声腔，是从日起。起半夜风尘，声腔当场断了袭人的纹理，啊多少年，有一种牵挂叫银牌，它与你生死路上有约定，不弃不离，不弃不离，不弃不离。聆听。
曾经泰先生也好，尹小芳老师也好，一直跟我们说，观众不仅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我们的上帝，更是我们的知音。观众和我们一起在舞台上，在剧场里，同时来完成了一场演出。所以小芳老师每每在和戏迷交流或者演出结束的时候，他会说一个词叫知音同乐。他曾经演过的《章鱼竹海》当中，就是正好有一段这样的知音的唱腔，就是伯牙子期高山流水，把这一首知音献给今天在场的所有朋友们。谢谢。我想刚才的这个片段，我们看到了老一辈的艺术家他们的高风亮节，他们的高尚艺德，也看到了如今影派桃李满园，花繁叶茂，高山流水，将来影派将由你们继续守护。再次把掌声送给台上的角儿们，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好，毛毛，接下来时间就是要由你来送福利的时间。难道你们没有尖叫声？久等了，因为你们刚才进场的时候，毛毛他们每一位都写了对你的一句表白。是吗？谢谢。我们在群里面统一叫你心上人。他们每一个人都给心上人写了一段话，工作人员把你们每一张的留言都放进了我们的信箱里面。现场要抽5位，这5位将会有什么样的福利呢？刚才大家看到了，毛毛从艺40年出了一张精品的 CD 里面有毛毛的亲笔签名，送给诸位留作纪念，是不是很大的福利？幸运会降临到你身上吗？来，我们有请毛毛抽出，先摇一摇，摇一摇，对，抽出其中的5份，又开始皮了啊！看看我跟谁有缘啊！连抽5张，我们先抽出来，对。哇，好字！我得分开一点。
我知道你们简短的一句话背后都有你们的故事。心跳有没有加速？上来要表白了。对。好，几张？最后一张。最后一张。好。谢谢这位猫咪，从绍兴来的。是。这几张已经在我手里了，会是你吗？不好意思哦，只有5张哦。我知道每一句话背后都有故事，我想认识你们，毛毛想认识你们，你们将有机会到舞台上来跟毛毛面对面。第1张，愿毛毛身体健康，青春永驻，这一句话是我最多的祝愿。戏迷张晶，你在哪里？啊！不要太激动哦。来。对，我们请你到舞台上来，让大家认识一下你啊！我们5位都先请上来吧，好不好？你们正好平复一下心情，小鹿乱撞了，对吗？哇！第2位，毛毛，我好爱你，你真的好棒！你的戏迷张海平，你在哪里？啊！有请。第3位。毛毛，愿你永远健康。我只希望你健康、年轻、艺术、青春永驻。来自史慧清，对吗？啊，在哪里？我没念错你的名字吧？好，接下来这张，毛毛，祝你艺术长青，魅力四射，爱你的穗儿。穗儿，你在哪儿啊？穗儿在吗？穗儿，我没念错。穗儿，你在哪里？可能出宫去了。哦，嗨。最后还有这位毛毛，你真的魅力无限，爱你的郑瑶。郑瑶。好，对不起，这5位，来，已经收获了毛毛的拥抱，大家向前一步，来，我一一认识一下大家。来，你叫？我叫张晶。哪里来？来自东阳。喜欢毛毛多久了？应该有35年以上。35年以上，对，骨灰级老戏迷在此。好，来这位，我是来自温州，然后也是为了毛定居在杭州，然后有20多年了。为了毛而来？对，我是跟小百花同龄的。啊，有缘人，谢谢。我是来自温州，我现在定居杭州。不是也是为了毛毛？应该也是。你看，来，我们接下来。我是阜阳的，然后我是84年就开始喜欢毛老师，那也有快40年了，肯定有37年了。说你多大？我读初中，好像刚刚是你们小百花那个汇演的时候啊，你不是演那个陆贞嘛，还有个台历，那个挂历，那个时候。陆贞，刚才我说的《盘妻锁妻》里头，就这个，对的。哦，好，嗨，认识你一下，我是来自台州，然后现在在杭州定居，然后我想说一下，其实我是一位影派戏迷，我非常喜欢。虽然我没有看过尹桂芳先生的戏，但是我开始接触越剧是因为影派，然后就是知道毛老师是看了那个唐伯虎落地，我就觉得，因为以前我就是特别喜欢影派，但我就发现，哎，原来戏曲里面还有这么有深度的，就唐伯虎落地的一湾冷月啊，叫对，我就觉得那段唐伯虎这个戏其实感觉特别的有哲理，然后我觉得其实越剧也是非常有深度的，然后也是从那会儿开始，后来就是也是毛老师让我走进了剧场，因为一开始也是都是就是看电视这些
比较多。对，然后你当年是因为那部电影，还是《蓦然又回首》里面的是《蓦然又回首》里面的专场。对，然后我觉得。今天看这个，我觉得也是感慨万千。就是我觉得虽然毛老师现在更多的，我觉得可能大家觉得很多在做一些创新的一些事情啊，但是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讲就是毛老师更多的不仅仅是在为粤剧为影派做事情，更多的是为粤剧做事情所以真的非常佩服毛老师。谢谢你的理解。刚才有几位，你们都还没有讲跟毛毛的故事，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给你们每人2句话的时间，来跟毛毛说，你们为什么爱他？曾经哪个角色令你怦然心动？说说你们爱毛的故事，谁先说？来。我虽然是很早，大概是9岁10岁左右就知道毛老师这个名字了，但是其实我真正第一次走进剧场看还是2013年，所以2013年以后我就经常的每年都会去看。第一部戏看的是应该是《梁祝》，所以我今天挑的就是《梁祝》在绍兴看的。太好了，因为这个当年怦然心动，第一次在剧场面对面是因为《梁祝》。对，来。我这个应该跟牛大姐差不多，就是可能以前只有电视，然后通过电视，然后就是当时的浙江卫视，然后播了毛老师的，就是应该是《韩情》吧，然后就觉得哇，那里面的荆轲实在是太帅，没错。但是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就是毛维涛这3个字，然后只是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后后面再慢慢大了之后，然后来到了杭州学习。然后才真正的因为他而选择在杭州读书。对，然后来了杭州，然后开始读书。然后我真正走进剧场看戏的时候是在第一部是《陆游和唐婉》，然后是在杭州大剧院，应该是05年的时候，然后当时还就是特别的很傻的，就是因为不知道有后台这回事对，然后就在那个演出照的前面来了一个合影，然后这张照片一直保留着，因为我老公也是属于小百花的迷，然后我们也是因喜结缘，然后结合在一起。然后他知道我喜欢毛维涛，只要我一有活动要去参加毛老师的任何演出或者怎么样，他绝对是支持的，然后也不会来打扰我。代我谢谢你的先生。好像痴迷的毛迷背后真还有一个豁达的老公帮着你们成全你们。他也知道我喜欢，他也喜欢。跟毛老师也算是小百花有缘的。当时应该小百花有去过他们单位邀请。小百花去他们的那个汤坑水电站去演出过，那时候因为他了解小百花，当时好像还把李肖文的那个剧照给弄错了，还是他帮忙纠正过来的。还有那么个小插曲。不过这个先生们尽可以放心吧，来喜欢我也没什么问题啊。是。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结缘，一直喜欢，然后看到毛老师很多经典的戏，然后包括他之后的一些改革等等，看到就是心疼毛老师背后的一些付出，然后也真的为他感到高兴。我们的小百花剧场终于建成了，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家来这里看演出，非常非常的开心。谢谢你的守候。我是看《舞女拜说》的，以前在电视里面看的，很早就喜欢了。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看戏。看现场，我是00几年的时候，在杭州剧院。看的哪一部？看了《梁祝》。也看了《梁祝》。对。谢谢。最后一位。对。我呢最喜欢毛老师的《西厢记》，但是很遗憾没有看过现场。是吗？什么时候开箱？你们呼吁再强一点，然后帮我想一个理由好吗？因为这个人不能说话，不能食言啊！我说封箱了再开箱，咱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我一定想办法开箱。因为我女儿也说，妈妈，我所有的戏我都看过你的现场版了，就是《西厢记》没看过。特别想看我一次《西厢记》，因为她喜欢里头的凤求凰那段唱腔，已经有了，最好听的。已经有毛迷在说40周年的纪念，难道这个理由还不足呀？对，太先生100年，考虑一下啊。
好，那个我的前助理吕慧在那里说，纪念尹桂芳先生诞辰100年，这是最好的理由。好，我考虑一下这个意见。那我们就一言为定了，考虑一下。好，万一媒体出现什么负面的消息的时候，你们得帮我顶着啊。这个雷你们扛啊。那接下来送福利的时间，5份返场送给台上的5位猫咪，现场签字，留下今天这个特别的意义，有特别意义的日子。谢谢。刚才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几乎浙江所有地方都涵盖了，台州、金华、绍兴、温州，还有哪儿？丽水、东阳、厦门，对。嗨。我认识的那位老师，他就是从厦门过来，对，后来就留在了杭州。这个表白，你看我们更年轻的猫咪啊，就是比我们像我们那个时候好羞涩，就只希望远远的看着它。好了，我们再次把羡慕、嫉妒、恨的掌声送给他们。谢谢，谢谢。就像这个返场说的，毛毛曾经说过，虽然它叫返场，但是我从未离场。接下来也有一个特别的环节，也是我们今天接近尾声的，也算是送给毛毛的一份小小的礼物。很多人说，当初那个令他怦然心动的角色是陆游，这其中也包括我和在场的很多朋友。所以每次我们当看到那袭青衫的时候，都会回忆到自己那段属于诗的日子，有你相伴的日子。所以我们接下来时间也是由各位毛迷大家一起的呼声，我们希望一起来演唱《浪迹天涯》。他们在台下。天涯。
哇，这个环节让我真的很感动。我真的是，所以杨芳一直跟我说，我想知道一下流程啊，可能职业关系啊，当团长，这个一定要每一个活动自己要细节要知道。但是杨芳说，哎，这个你就不用知道了，你知道你自己要干什么就行了。真的挺出乎我的预料的，这个有这样好的一个安排。而且《浪迹天涯》可以说是我自己也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段唱腔。然后这个角色很多专家也好，还是观众也好，尤其是我真的特别感谢兰陵老师、杨晓卿老师，就是排这个戏，兰陵老师的一席从来小生里没有用过的藏蓝色的这个颜色，他让我找到了陆游的那个种子，那个人物性格的种子，所以这一段唱腔才会这么流传出去。胡木桥老师啊，金宝花老师啊，包括我们的原来的老团长张荣华老师等等这些老师，今天我还刚刚除了宋老师，还有我在同乡越剧团真正是跟着这位老师开始学戏的陈东林老师，现在已经退休在上海。这些老师真的是我都是必须要感恩他们的。如果没有他们那个时候给我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的话，不可能有今天我站在舞台上的这份成绩。毛毛刚才说要送你一份礼物，我们唱了《浪迹天涯》，杨芳代表毛迷给你献了花，可是还没完呢。我们还有一个小惊喜哦！还有，你们是不是非得要把我眼泪弄出来，你们才高兴？不会，接下来会让你畅快大笑。你们准备好了吗？毛毛，我们爱你4万年，3、2、1。谢谢，我们也皮一下哦。谢谢大家，我们又有欢愉，又有很多很多的深情。接下来时间要交给毛毛，也是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环节。他给大家写了一封信，你们想听吗？所以接下来我们最后的一个环节，将由毛毛来读他想对你们说的话，请听。其实我今天进场之前，我没有做任何准备，因为杨芳说不需要我做准备，你只要到场就可以了。然后交给我的任务就是唱一首《三生路上有约定》，然后让我准备一封给所有的猫迷们的信。我本来想，我是一个语言表达的人，我不太擅长写东西。但是既然安排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环节，我想也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个话痨，我感谢大家，倾诉大家的情感，我会刹车刹不住的。那今天估计可能我们得到晚上才能结束了，而且我的这封信写得很长很长，最后这个组织部门让我删减，昨天晚上我删减到现在只有1张纸了。我希望这个浓缩的是我真正对你们想表达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喵！感谢你们的到来，感谢你们以这样一种方式走进我的艺术人生。感谢水中芦苇、美丽越剧、绣虎雅集和天天党人，在我不同的人生阶段，用你们特殊的方式解读着我的艺术。还有很多我未曾相识却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每每在谢幕的时分，遥望着台下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不愿错过我每一场演出的你们，我由衷的感动，由心的感恩。40年来，我对越剧舞台无怨无悔的坚守，离不开你们
日复一日的忠实守候。师承影门，平静婉转而包容万千的影派旋律，一向缠绵温存，一直暖到人心深处。但是在那温暖之内，更可贵的是一份太先生特有的对于生命深深的热爱与悲悯。从艺40年之际，重走行允之路，我才豁然明朗，原来我这历经一生探寻影派精神的过程，恰恰也是我自己追随内心归宿的旅程。我所理解的越剧女小生，是被女性的内心赋予了理想幻想的艺术人格。我期待自己所塑造的男性形象，既勾勒梦幻，又折射现实，方寸之间铸造一梦，能够短暂地为观剧人化解那些现实之中难以回避的生命的创痛。有位猫迷的先生是个诗人，曾经写过一首带有玩笑意味的诗。他这样写道：流浪越剧的孩子患有一种需要秘方治疗的心理疾病，叫做毛病。其实药方非常简单，赶紧找到那个毛病不大的人，以毛毛的音调唱一句：色落为家，心在天涯。效果之后，我也会突发奇想，大概凡是欣赏我的观众都是我的同道中人，我们共患的这场毛病，并非失去理智的头脑发热，而是具备相似梦想的人们心底里对于美和爱的一致的向往，以及执着于诗意人生的共同的追求。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世界那么大，我们都不能放弃梦想。今后我还会继续寻找那些令我心动的理想男性的形象，与观众们一起来共同守望这份属于我们越剧女性世界特别的幻想和浪漫。人生不仅仅是眼前的苟且，还需要诗和远方。诗和远方之外，我们还需要舞台上不断创造美丽梦想的越剧女小生。谢谢。谢谢毛毛。毛毛今天说了很多次，他说谢谢大家。刚才我们的心上人又如此深情地对我们做了表白，但很多时候我们要谢谢你，就像很多毛迷在留言当中写到的，他们都说要谢谢你的陪伴，让我们的青春岁月里面有你，有你的时光是我们生命当中那段特别纯粹美好的生活。我想让你知道，在你有一天觉得特别疲惫的时候，会想到我们会给你力量，你会知道我们一直在你身边，守护你，爱你，支持你，天涯海角，千山万水。谢谢，真的非常感谢。我会在疲劳的时候，我会在心烦的时候，我会去找你们的。你们别嫌我烦。我们接下来无需多言，用一个哇，这个花儿好特别。哇，这石榴花吗？对，石榴花。谢谢美美，谢谢啊，谢谢。那我们最后的时间，我想无需多言，我们就用最后一首毛维涛艺术欣赏学会的会歌《相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场相遇。一起来演唱这首歌，由我们大家一起。
我们一起唱好不好？好，来。我们依然可以把注视的目光看到大屏幕，这些照片记录下了他和他的伙伴们，我们和他的故事。本人都在现场，我们在群里面提前征集了他们跟你留下的那些瞬间，都是他们认为生命当中最宝贵的记忆。在场的所有的毛迷们、毛毛的亲友们，今天的这场毛维涛从艺40年猫咪见面会至此就要画上句号了。谢谢你们跨越山海赶来赴约，我们后会有期。谢谢大家，然后我要跟大家自拍一张照片。啊，要皮了啊！开始，能找到镜头吗？哇！灯光老师给亮场。大家自己找脸哦。年前
便切一个白的画面吗？谢谢。浪漫传奇。好，可以，没问题。老师，白的，不是这个，蓝的不行。我们后面的可以，垫下脚啊。其实我上面拍下来都可以拍到的。大平老师，白色画面，谢谢，白色画面。请大家多多谅解啊，因为今天毛毛从一早就开始工作，所以到现在他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疲惫了。啊，好，好，如果